遵義會議上，反對毛主席的凱豐後來怎麼樣了？1934年10月份，中央紅軍開始長征，由於還是有博古和李德在領導紅軍，導致紅軍損失非常慘重，尤其是湘江戰役，讓中央紅軍從8萬人減少到了3萬多人。這個時候的紅軍已經處於生死存亡的時候，所以當紅軍到達貴州遵義以後，就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，重新選舉了中央的領導人。毛主席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，但是有一部分人反對，其中有一個人就是凱豐。凱豐的原名叫何克全，是江西萍鄉人，在1906年出生，1927年加入共青团，後來是博古介紹他入黨。入黨以後，一直到全面抗戰爆發，凱豐主要從事共青團的工作，先後擔任團中央巡視員、團中央委員、團中央宣傳部部長、團中央書記。不過凱豐在黨內有時也會負責一些工作。在長征的時候，凱豐擔任中國軍委總供給部政委，並且作為中央代表和紅九軍團一起行動。在遵義會議上，凱豐他的思想並沒有轉變過來，一直都在支持博古，反對毛主席增選為政治局常委，也不同意毛主席提出的軍事路線，說毛主席根本不懂軍事，沒有上過軍校，只會看看《孫子兵法》，翻翻《水滸傳》和《三國演義》。按照組織原則來說，凱豐是可以在會議上提出自己的想法，但是當時紅軍正處於生死存亡的時候，凱豐這樣子做肯定是一個錯誤。不過遵義會議結束以後，在毛主席的指揮下，紅軍改變了被動挨打的局面，凱豐的思想也在慢慢的轉變，從反對毛主席到支持毛主席。等到紅軍到達陕北以後，凱豐擔任團中央書記和中央團校校長。1937年2月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。全面抗戰爆發以後，凱豐被派到武漢，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和宣傳部部長。等到第2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以後，擔任南方局常委和宣傳部部長兼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。1940年調回延安，擔任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。抗日戰爭勝利以後，中央派遣了大量的幹部去東北，凱豐就是其中一位。中共中央東北局成立以後，凱豐擔任東北局委員和宣傳部部長，參加了建立和鞏固東北解放區的工作。新中國成立以後，凱豐擔任瀋陽市市委書記和東北人民政府委員。1952年調到北京，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。1953年兼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院長。1955年3月23日，凱豐因醫治無效，在北京逝世，年僅49歲。